大家好，我最近和家人完成了一次长途的驾车旅行，穿越了加拿大东部的多个省份，直到加拿大的最东部的纽芬兰省。今天打算分享的是我们这次旅行中第一次来到加拿大东部的 Nova Scotia， 中文叫新斯科舍省，在它的东北部叫 Cape Breton Island， 中文叫布雷顿角岛。第一天的下午我们沿着这个岛的西海岸公路驾车，欣赏到山与海的美景。而最特别的是在夕阳的时候，沿着 Skyline Trail， 我们走到了山顶，感受到极美的景致。而第二天沿着东海岸驾车，又欣赏到不一样的景色。那天的最后一站是登上前往纽芬兰省的渡轮。那是我们出行的第4天。那天早上，我们离开了New Brunswick省的 Moncton 汽车旅馆。我们来到布雷顿角岛是下午，大约有500公里。而我们要去的叫 Cape Breton。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，整个地区实际上是一个岛，但实际上这里靠填海已经修到一条直通的公路。因为这条公路的连接不仅方便了过往的车辆，那个岛的电力供应也实现了。从驾车的体会来看两岸的距离确实很近。我们那天的目的地是在岛的北部，叫 Skyline Trail， 而南部都是平原以及小镇，视野十分的开阔。我们也来到海边，在那里没有沙滩，而是很多的黑色大石头，浪也很大。我们继续往北就进入了国家公园。在这里我们开始近距离看到大山。由于路的起伏很大，转弯半径也很小，在这里体验了山路驾驶的惊险。大约下午4点多，我们的车子到达了我们今天计划的目的地。不过这里并不是景点，我们需要沿着这条山路走1个多小时，才能到达我们要看的景点。这段山路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只是在走，也看不到什么景物。路的两边都是蕨类植物以及松树。突然之间，一道铁网出现在眼前，这使人想到电影《侏罗纪公园》中的铁网。原来这里的麋鹿对树林破坏很严重，所以这道铁网是防鹿的，而不是防恐龙的。那条路最后变成了木板路。我们意识到山的尽头就在眼前了。眼前终于开阔了，也不再有树了，整个大海呈现在眼前，夕阳为这一美景增添了绚丽的色彩。因为当时已经在高山上了，而峡谷的对面就是我们不久前路过的那条公路，而山的尽头在阳光下，那平静的海面显得越发的宽广深阔。看到一些人坐在那里沉思，好像要留住时光而不愿离去，使人想到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往往都是短暂的。我在这里打算分享一点自己的感悟。这完美的景色使我感受到自己来到这里的时机是如此的难得。这也使我回想到2017年夏天去夏威夷的一次旅行，那也是全家的旅行。但在那次经历中，我经历到一种心灵的复兴，因为我当时所思想是自己如何走向退休的道路。而那次的经历使我的心态得到彻底的改变。在那次旅行中，我们经过了一个穿越火山口的一个长距离山路的远足，而隔天早上我看到了一个极美的日出。就在看日出的时候，内心中激发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愉悦感。我只能使用诗篇中的经文来形容那种感觉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虽然我可以将当时所看到的展示出来，但我却无法展示我内心所感受到的。
那是一种人灵性上的更新，仿佛人内心深处得到了一种特别的活力。如今回头看呢，明白那次经历的重要性，因为只有上帝知道，就是在那次旅行的几个月以后，我要面对的是极大的挑战，持续了整个2018年。若是没有那次经历的预备，可能我在挑战中已经 crash 了，而无法走过。我也注意到今年这次旅行呢，同样是经历了远足，同样也是经历了看到美景。这次旅行的时间也正好是那次挑战之后的第7年。这期间呢，经历了疫情，也经历了经济上的低迷，这些环境也使人也将人的灵性再度带入到一种低迷的光景之中。或许我需要走过这一切，才能真正的明白。回到现实中，那天我们的回程呢，同样需要走过那条山路。我们所在的山顶高度大约是海拔400米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海面。此时太阳似乎躲进了云层，能够看到海面上被照亮的一条亮线。我们离开的时候，那已经是多伦多时间晚上8点了，夕阳仍然挂在天边。那天虽然疲惫，但却很有满足感。这里呢，有一些新式的球顶型旅馆，而我头脑中呢，对这些已经失去了兴趣，想到的还是所看到的美景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呢，开门就看到大山，想到为什么这家旅馆叫做 Mountain View Motel。我们这天的计划呢，是沿着公路呢环绕岛的东部。我们经历了不一样的路况，似乎这边有更多的险峻的下坡路。这条海岸线有很多不同的海滩，我们来到的这个叫做 Black Block Cove Beach。 这里是真正的沙滩，但却没有什么人，只有一些大石头。当我们驾车继续向南走呢，不远处我们看到另一个更大石头的地方。政府在这里修了木板路，不过我看到很多人走过去呢，也只是站在石头上看海，而我呢却有不一样的想法。我想到自己曾经是小男孩的时候，会渴慕这种可挑战的机会，做那种挑战身体平衡协调的运动。作为成年人，我们所失去的就是小孩子的那种生气。所以我决定去攀爬那些巨石，并感受到其中的乐趣。按照正规的路线，我们的车子需要绕一个海湾，而这里呢有一个捷径，就是使用轮渡的服务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的体验，为什么不去体验呢？这项服务是免费的，而且是24小时的。他们来回运送过往的车辆，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政府的支出。这虽然算不上娱乐，但确实是一种特别的体验。那天下午呢，我们来到了悉尼，是为了去纽芬兰省，需要在这里等待渡海的轮渡服务。所有的车辆在这里排队。那艘大船呢，有2层甲板，是专门承载车辆的。头朝这边了。上船的时候，所有的私家车都停在2层甲板上，而下船的时候呢，他们却可以通过甲板的升降，使得车辆从下层甲板离开。船是在下午5点钟离开码头的。我们这一天在布雷顿角岛的行程也就结束了。今天的分享呢也就到这里，之后我还会分享我们在纽芬兰省的经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